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兰。昨天我的频道又被限流了，本来是挺沮丧的，但是呢，印度的新闻总能让人欢乐起来。这不，就在这2天印度那旮瘩发生了一件能让人笑掉大牙、又让人深思的事儿。这事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让这个三哥又爱又恨的特朗普。话说8月23号那天，在印度一个地方，他们正在过一个叫什么马尔巴特节的传统节日。你们可能没有听过我跟你们用这个大白话解释一下。这个节日就跟咱们过年似的，但是它有个特别的环节，它就是要搞一个大游行。游行队伍里呢，会有一个巨大的塑像，这个塑像代表的是邪恶力量，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坏蛋。然后呢，大家会拥簇这个塑像一边游行一边骂，最后把它给烧了。那意思就是说，要把你所有的坏运气、邪恶都给烧掉。你猜怎么着？今年这个邪恶力量的塑像长啥样？你仔细看那轮廓、那神态、那发色、那衣服，哎呦喂，可不就是特朗普吗？只不过因为是这个印度人扎的，所以这个塑像带着一股子浓浓的咖喱味儿，看上去有点滑稽。你们可能听到这儿会以为这是这个印度人在给这个特朗普致敬呢。毕竟以前不是总说嘛，特朗普在印度人气是挺高的呀。那你就太天真了，而且是错的离谱。这哪是致敬这分明就是一场盛大的、公开的、带着传统仪式感的公开处刑。为啥？因为这个纸糊的特朗普身上挂满了标语那叫一个义愤填膺。你去看看上面写的什么？美国去死吧！谁敢对我们的商品修隔离墙，谁的商业就得破产。你以为用关税吓我们，印度的铁拳能让你哭？还有句特别有意思带着点情感剧的戏码。他对印度说：“你是我的朋友。”但他却偷偷爱着巴基斯坦。你们品品这几句话是不是有点这个印度式的那种直来直去的怨念？但是你把它们汇总起来，核心思想就一个：我们印度人忒生气了，老特你太不地道了。要说这个事儿最羞辱特朗普的地方，还不是游行而这个节日的最终环节烧塑像。他把这个老特塑像当成了邪恶的象征，然后在一大群人面前架起了火堆，一把火给烧了。咱们中国人说一把火烧了你那是个形容词，是骂人的狠话。人家印度人是真刀真枪的把一个象征特朗普的塑像给烧了。还有比这更侮辱人的方式吗？这事儿之所以这么火呢，还有个背景。你们知道几个月前这个印度人是怎么对这个特朗普的？那叫一个千娇百媚，百般崇拜有些印度教徒直接就把特朗普的照片放在供桌上，给他上香，献上香蕉，还有各种咖喱美食。很多人还默默的祈祷，希望特朗普能连任。他们当时是真的以为这个特朗普是印度最好的朋友。可是结果呢？几个月后现实狠狠的给了他们一个大嘴巴子。这特朗普可不管什么朋友不朋友，直接对印度商品加征了25%的关税。然后呢，他还以印度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为借口，再加征25%。这下好了，总税率直接飙升到了50%。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顶尖的了，跟这个巴西并列第一这下印度人彻底就傻眼了。以前呢，他们以为自己和这个美国是卿卿我我的好哥们儿密友，现在才发现，原来自己是美国随时可以挥拳相向的对手。而且特朗普还不光动了钱袋子，他还动了嘴，他居然当众痛骂印度是死亡经济。这一下，这个印度人是彻底被骂懵了呀！我们每次都自夸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你居然说我们是死亡经济？这不光是经济上的打击更是精神上的侮辱你们再想想，莫迪老先生一直以来都以为和特朗普是好哥们儿，他自己都到处去说他和这个特朗普的关系好这个莫迪还公开去美国给这个特朗普站台助选。用印度人自己的话说莫迪每次见到这个特朗普都像是拥抱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来个大大的熊抱。可是现在呢，特朗普却突然翻脸不认人，把印度伤得不轻，委屈的不行所以这才有了这个马尔巴特节上愤怒的印度人焚烧特朗普塑像的闹剧。据说这个事不光是线下的事，现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下面最大的反派力量就是印度网友。印度人多而且这个英语又不错，一大群人跑到特朗普的账号下面排着队的骂他，他们说他太压霸了。
太蛮横了，甚至还扒出一些乱七八糟的黑料。这架势简直就是一场网络大战。不光是网友在行动，甚至有印度人还发起了抵制可口可乐、抵制麦当劳的运动。अमेरिकन कंपनियां खासकर हम लोग विरोध करेंगे और अगर वो नहीं मानता है अमेरिका तो हम लोग अमेरिकन प्रोडक्ट को भी लेना बंद कर दें。美国那边有个特有名的智库，叫什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听着就特唬人。里头有个专门研究南亚这块的大姐，她当时就写了报告说，坏了，我们这回好像玩脱了，没想到印度人反应这么暴烈，完全超出我们的剧本了。你以为印度人就只会烧雕塑、举牌子、发表情包吗？那你可就太小看他们了。美国不是最爱卖他们那个什么波音飞机吗？哎呦，死贵的。这个印度之前有个大单子正跟他们谈呢，现在对不起谈判暂停，什么时候恢复呢？等我们心情好了呗。别看现在这俩闹得凶，没准过2年因为什么新的利益俩人又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呢。但是至少现在这出美印友谊的大戏是彻底崩了。咱们呢继续吃瓜看戏就完了。好啦，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